ゴミをかばう奴はそれ以下だ。香克斯的家人帅气登场，炽天使明哥和老沙现身。海贼王1120集动漫炸裂更新，世界会议正式拉下了帷幕。萨博身负重伤，从伊姆手上逃了出来，可身后的士兵一直紧追不舍。而寇布拉身亡的消息目前也还未被吴老星发布出去。阿拉巴斯坦的随从人员以为国王和薇薇公主只是不见了，他们正在焦急寻找二人的身影。谁也没料到瓦波尔和薇薇偷偷藏在了艾吉斯王国的船舱内。他们主动联系了摩根斯寻求保护，在得到对方的同意后，瓦尔波连忙道谢。实际上摩根斯也有自己的小算盘，他想借此机会从瓦尔波的口中吃个大瓜。毕竟一国之君会沦落到这种地步，肯定会是个大新闻。薇薇也想知道瓦波尔在圣地到底看到了什么，对方对此事闭口不谈。接着薇薇想用电话虫打给父亲，不过遭到了瓦波尔的阻止，他没有把寇布拉被害一事告诉薇薇。另一边 CP0 特工全体出动，他们也在寻找萨博和薇薇等人的下落。此时的萨博正虚弱地躺在露露西亚王国的船上，他现在样子看起来十分痛苦。伊姆的那一招凶猛攻势让萨博伤得不轻，而波妮则偷渡在塔吉王国的船上。在这件事不久之后，海军便发布了萨博暗杀寇布拉国王和薇薇公主失踪的消息，一时间引起轩然大波。吴老星也将抹除萨博的计划放到了前排。不过在这之前，伊姆想要先试试贝加庞克研制的圣母烈焰。吴老星立刻商议实验地点在海上还是森林中，但伊姆却指定要在露露西亚王国。他们很不解，为何把实验地点选在了人很多的地方？伊姆却只是说因为那里很近，仅此而已，把人命看作蝼蚁。这就是世界之王冷血无情的行事作风。在吴老星附和伊姆的同时，他们的真名以及所涉及的职位都公布了出来。科学防卫武神萨坦圣，环境武神马兹圣，法务武神沃丘利圣，财务武神内斯寿郎圣，农务武神彼得圣。毫无疑问，他们不仅代表的是世界金字塔顶端的统治者，还有着不为人知的天龙人身份。说完圣母烈焰的实验事项，伊姆又想起来了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情：我想要薇薇。巧了，我们每个海迷也都想要。与此同时，海军因为王下七武海被废除，以及各国战乱忙得不可开交，为了尽快解决这些麻烦的事情，赤犬不得不派出所有炽天使赶赴战场支援，其中就包括明哥、莫利亚和老沙。漫长的回忆戛然而止，镜头拉回到现在，萨博又讲述了自己离开圣地玛丽乔亚的遭遇。露露西亚的国王和公主刚回到自己的国家，就被埋伏已久的国民抓了起来。不过他这个偷渡客却受到了热烈欢迎，通过报纸也得知了被诬陷为杀人凶手。由于革命军4位军队长先前帮助过这里的人，因此这些国民也有了加入革命军的想法。而萨博在带着他们离开的时候，想到了一个误导海军的好办法。他把电话虫的线路接到了岛上，给吴老星造成了一个错觉，他们误以为萨博就藏在露露西亚国内，于是借圣母烈焰这个武器灭了整个国家。龙很想知道当时萨博到底看到了什么，萨博无法确定那到底是某种生物还是超自然现象，只是说天空被一个巨大的影子完全覆盖。听完萨博的详细遭遇，伊万科夫似乎突然想到了什么，他记起来伊姆是800年前最初20王之中里面一个人的名字，但他还是不确定是否就是同一个人。伊万科夫认为那个天空中出现的巨大玩意可能是贝加庞克研制的武器，但是这个想法遭到了龙的反驳。以他对贝加庞克的了解，对方是不可能造出如此杀伤力极大的武器。伊万科夫又突然想到了什么，难道说这是古代兵器？如果伊姆是800年前获得永生的人，那这一切就都说得通了。镜头再次回到圣地玛丽乔亚，帮助白星的穆斯加鲁德圣正在遭受皮肉之苦，他即将被处以死刑，而审判者正是与红发香克斯同属费加林德家族的亲人，神之骑士团的司令官加林圣，曾在神之谷与洛克斯罗杰交战的王者。据传言，他可能就是红发香克斯的亲生父亲。当海贼王完结的20年后，草帽团每个人都在过着怎样的生活？首先是路飞，他和女帝如愿走到了一起，并且两人还获得了一个可爱的小宝宝。但不幸的是，由于路飞早些年一直在损耗寿命，导致他成为海贼王的第2年便因病去世了。草帽团的众人把路飞葬在了冒险的起点风车村。索隆在成为世界第1剑豪后的这些年里，已经很久没遇到能够超越他的强者。为了打发时间，索隆与佩罗娜坐着小船遨游世界，接受一个又一个剑豪的挑战。他一直期待未来能出现一位刀法凌厉、有资格超越他的年轻人。娜美已经成为新世界家喻户晓的传奇女海贼，她与罗拉组建了属于自己的海贼团。凭借丰富的航海经验，娜美找到了许多20年前的强者埋藏的宝藏。他们通过这些钱，花费数十年的时间，建造了一艘纯金打造的小贼猫海贼船。弗兰奇和塞尼奥尔达成了当年的约定，两人从敌人已经处成了无话不说的好兄弟，每天都在一起喝酒，吹嘘自己当年的战绩，聊着露西亚的故事。乔巴通过10几年的努力，终于成为了世界上最出色的医生。如今他的医术能够治疗所有的疾病。乔巴为了能够帮助更多的人，他与加洛特以及其他名医一起组建了海贼团，去往世界每一个地方为穷人免费医治。布鲁克一直都在双子甲陪伴着拉布，每天都为他演奏宾克斯的美酒。不过与他一起在这里生活的库洛卡斯大叔已经离开了，但布鲁克并不孤单，因为总有年轻海贼经过这里，他偶尔还会和这些人讲述自己当年与2位船长冒险的故事。
山治继承了家治的亿万遗产，同时也找到了传说之海奥布鲁。与布林每天过着没羞没臊的日子，但是他并没有忘记自己的初心。山治把海上餐厅改成了巴拉蒂号海贼船，为世界上每个岛屿的人做出最好吃的食物。罗宾由于考古能力过于出色，已经成为了享誉世界的伟大学者。在二嫂科尔拉的陪同下，他前往世界每个角落做着深入的历史研究。乌索普成为了新世界枪法最准的狙击手。他回到了东海希罗布村，与自己的师傅海克利斯一起保护家乡。尼普顿去世后，圣平成为了渔人岛的新国王。在他的管理下，渔人们再也没有受到过欺负，他们已经可以自由回到地面生活了。你知道罗杰被处刑的时候，台下究竟来了多少大佬围观吗？第一位七武海莫利亚，影影果实能力者。这个时候的莫利亚才26岁，身形健壮，脸上洋溢着自信的笑容，仿佛认定了自己就是下一任海贼王。说来也正常，此时的莫利亚在新世界已经是名声大噪。去和之国之前，他还没输过一场战斗，直到遇见了凯多。在那场战斗中，莫利亚失去了所有伙伴，也失去了以往的自信，从此一蹶不振。第二位七武海明哥，现果实能力者。这个时候的明哥刚满17岁，还是个刚出海没不久的小屁孩。相比于其他几位七武海，明哥的起步算比较晚的，但凭借他天龙人的背景和桀骜不驯的性格，很快便在地下世界干起了黑白两道通吃的买卖。第三位七武海克洛克达尔，莎莎果实能力者。这个时候的老莎已经22岁了，还没开始挑战白胡子，也没闯出什么名堂。从老莎当时的背影来看，非常像女生，没准她以前真的是个女人，估计就是听了罗杰死前说的那几句话，才开始有所改变和行动。第三位七武海鹰眼，世界第一大剑豪。这个时候的他19岁，不过已经拥有了无上大快刀12弓之一的鹰。别看鹰眼此时还很年轻，他在很早之前就已经凭借高超的剑术在新世界崭露头角。鹰眼围观罗杰被处刑后没几年，便成为了无人不知的世界第一大剑豪。第四位红发香克斯，海上四皇之一。这个时候的他刚15岁，虽然跟着船长冒险了很长一段时间，但与之大他2岁的明哥比起来，还很稚嫩，眼睛里透露着单纯。他哭着鼻子目送了船长最后一程，也是从这一刻开始，红发决定要继续当一名海贼。第五位小丑巴基，海上四皇之一。这个时候的他也是15岁，谁也没想到当初连罗杰都没寄予厚望的人，如今却成为了令海军都汗颜的存在。我有一种感觉，未来找到大秘宝的人会是路飞，但获得海贼王头衔的人必定是巴基。第六位蒙奇蒂龙，革命军总首领。这个时候的龙已经是31岁了。奇怪的是，此时龙的脸上并没有留下卡普无上大快托的血印，那说明他还没处在叛逆期。但是身上穿的那件绿色披风显然还是现在的这件，20多年了，估计都穿包浆了吧。第七位斯摩格，烟雾果实能力者，海军巨武支部中将。这个时候的他才仅12岁，年少的斯摩格看到海贼王罗杰笑着面对死亡的举动时，被深深震撼到。不过他长大后却选择了与前面几位截然不同的道路。海贼王里那些被年龄封印的颜值，谁敢相信他们年轻时都是大美女？第一位小忍，别看他现在又胖又丑，人家20年前可是拥有令所有男人都神魂颠倒的容貌和身材，在和之国的忍者界是出了名的美女忍者，只要被他诱惑的人都无法保持理智。至于小忍为何会变成现在这样，可能是刚吃下鼠鼠果实的时候不知道怎么使用能力，于是不小心把自己的身体变成了这样。第二位大妈，小时候的大妈是长这个样子，现在的大妈是长这个样子。只看她这2个年龄段会让人以为大妈就是从小胖到大，实际上大妈在18岁到40岁之前一直都是个大美女，并且还是那种倾国倾城的高颜值。回忆片中年轻时的大妈曾多次出现过，在罗杰的眼里大妈的容貌是长这样，在战国的眼里大妈的身材是长这样，各方面都不输女帝。但是后面由于她一直不停的生孩子，导致身材严重走形，这才变成了现在这个模样。第三位可可罗，2年前对草帽团心理造成伤害最大的人，连路飞都叫她怪兽婆婆，甚至听说可可罗是鱼人后，更是一脸嫌弃的表示很恶心。事实上山治他们都误会了，当时在水里看到的并不是幻影，那正是可可罗婆婆年轻时的样子。尾田也在 SBS 上发布过她老人家50年前的形象，毫无疑问就是个身材火辣的大美女，只可惜岁月不饶人。第四位 Miss 巴金，当时我们都还在好奇，堂堂四皇之一的白胡子怎么可能看得上 Miss 巴金呢？一个60厘米，一个6米，巴金跳起来都打不着白胡子的膝盖，甚至还没对方的手指高，怎么可能会在一起并生下威布尔呢？结果当我看了前几期的漫画内容，才明白是白胡子高攀了。CP0 的司徒西就是以巴金年轻时的模样1比1克隆出来的，凭借着颜值和身材，我是绝对相信白胡子和他在洛克斯海贼团谈过恋爱。第五位达旦，如果我不说，你能看出来这是我们熟知的那个体态宽广面露凶相的山贼达旦吗？没错，这正是他30年前的样子，既漂亮又温柔，完全不像现在动不动就发脾气打人。修女加尔莫罗也是一样，年轻时的她长这个样子，是不是也很漂亮？还有贺中江，刚加入海军的时候，有数不清的男孩子追求她。沃尔德海贼团的传一奈晴年轻时也是倾国倾城的大美女，很可惜他们的美貌没能永驻，最终都败给了岁月。尾田之前还公布过那美几十年以后的2种形象，没保养好的话就是下面那种状态。现在真的好担心女帝的未来。